藏色咬着嘴唇，沉默片刻，终于开口：“阿英，现在的局势是，尽量不让别人知道你和兰家的关系。魏无羡和蓝忘机虽然已经结婚，但并没有举行婚礼。温家重点对付的就是兰家和江家，要是知道兰家二少爷的伴侣即将生产，危险不言而喻。藏色只能祈祷温家不会把目光放到魏无羡身上。”魏无羡无力地靠在座位上，看着窗外的风景飞逝而去，心里说不出的酸楚。藏色拿来一条毯子，轻轻盖在他的身上。幸亏藏色走得及时，抵达医院后，魏无羡便发作进入产房。第一胎生产有些辛苦，魏无羡含着泪花紧紧抓住床单，拼尽了全身力气，用了近4个小时才将孩子生下。阿英，是个儿子呢。藏色抱着小宝宝走到魏无羡的床前。魏无羡已经转入单人加护病房，无力地躺在床上，满心想的却是蓝忘机。蓝湛还是没有来，魏无羡哑着声音：“忘机肯定在为了孩子努力战斗呢。”藏色将宝宝放在魏无羡怀里：“阿英也要坚强一点。”我知道。魏无羡转头看了一眼乖巧的宝宝，刚刚藏色给他喂了一点奶粉，现在正鼓着眼睛吐泡泡，跟蓝湛一样的眼睛呢。魏无羡眉头终于舒展开来。要给宝宝起什么名字呢？阿英想好没有？我想了一个，不知道蓝湛会不会同意。魏无羡看着宝宝皱巴巴的小脸，叫蓝宇怎么样？可以呀，等忘机回来你们再商量吧。我还得去给蓝夫人他们报喜呢，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空回信息。但要是看到宝宝平安诞生了，肯定会很开心吧。藏色擦了擦眼角的泪花，拿着手机拉开门：“阿英，你先休息一下，妈妈就在门口。”魏无羡点点头，带藏色走出门，通往隔壁护士办公室的侧门打开了。宝宝生下来需要接种第1针疫苗。护士戴着口罩，温和地魏无羡说：“是在隔壁吗？”魏无羡看了一眼门外藏色的背影：“是的，马上就好。”护士回答。隔壁护士办公室没有其他门，魏无羡放心的点点头。护士小心翼翼抱着宝宝，起身去隔壁了。这时，藏色终于接通了蓝夫人的电话：“阿英现在状态还不错，宝宝也很可爱。是的，阿英取好名字了，叫蓝鱼。”藏色拿着电话进来，忽然愣住了：“阿英，宝宝呢？”护士说要打疫苗。魏无羡指了指隔壁房间：“可是刚出生时已经打过了呀。”藏色丢下手机，慌忙推开护士办公室的门。“藏色，怎么了？”电话里蓝夫人焦急的声音传来。魏无羡不顾身体虚弱，从床边跌跌撞撞跑到门口。护士办公室里空无一人，只剩下窗户大开，吹着凛冽的冷风。蓝家之所以没有派军队驻守在医院，就是怕魏无羡被暴露。但温家人却还是找到了。青衡上将和蓝夫人懊悔万分，将军队指挥权交给蓝启仁和蓝曦臣，一起去追踪那个假扮的护士去了。宝宝会找回来的，对吗？魏无羡精神几乎崩溃。藏色和魏长泽每天要费很多时间，才能让魏无羡冷静下来。青衡上将和蓝夫人亲自出马，肯定会找回来的。藏色心痛万分，但每天都强撑着精神安抚魏无羡。发觉医院不再安全，魏无羡一家转移到了另一处蓝家的宅邸。魏无羡开始胀奶，没有宝宝可以喂，他就要来吸奶器，忍着疼痛，每天坐在床上认真吸奶，然后细心地把每袋奶上面标注好日期冷冻起来。本来端着回奶汤的藏色看到这一幕，只好悄悄把药倒掉。魏无羡经常拿着手机给蓝忘机发信息，可一直没有回音。能联系上蓝夫人吗？魏无羡逮着机会就问藏色和魏长泽：“叔父他们也行啊？蓝湛他怎么样了？为什么不回信息？联系不上。”藏色摇摇头，蓝启仁那边忙着联络金家、聂家和江家，准备反击温氏。魏无羡垂着头，心一直悬着。几日后，蓝家人来报告说追踪到护士的行踪了。魏无羡不顾藏色和魏长泽的反对，执意要一起过去。藏色一开始并不同意，但听到报告说温氏吃了好几场败仗，势头在衰减，便咬咬牙要魏无羡一起去了。这是一座位于边界线上的房子，魏无羡一行抵达时，军队刚好灭完火，房子只剩下烧剩的骨架。藏色一见不对劲，
便去阻止魏无羡下车。魏无羡寻子心切，推开藏色就朝废墟跑过去。这是那个温家卧底吧？手臂上还有太阳纹的烙印。一个军人看着地上一具烧到面目全非的遗体，那边还有一个婴儿的。魏无羡脑子一猛，就要过去。魏婴，一个十分熟悉又怀念了许久的声音从背后响起。魏婴，不要过去。是蓝忘机。魏无羡站在原地，前面是疑似宝宝的遗体，后面是念想了无数次的蓝忘机。他不知是该先向前，还是先回头。魏无羡泪水流了一脸，拖着腿缓缓往前走去，同样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小小遗体，看不清他曾经是什么样子，但那一角还未烧尽的小被单给了魏无羡致命一击。魏无羡无声跌坐在地上，他艰难扭过头，看向蓝忘机。